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故事，我是老黄，隔壁的。想象一下，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西瓜，没有了柠檬，没有了薯条，会怎么样？或许没有了咖啡，没有了茶，这个世界的画面这个画面一点都不美。不过呢，它确实有可能会发生。我们聊聊这个蜜蜂对于我们人类的重要性。相信大家听到蜜蜂最常听到的就是艾哥的一个名言。爱因斯坦他说过，如果蜜蜂从地球上面消失了的话，人类会随后在4年之后就会随之而灭亡。我觉得呀，灭亡呢有点谈不上，有点严重了。但是呢，如果这个世界上面我不知道镜头里面的观众们怎么想对我来说，如果没有了咖啡，没有了柠檬汁，我肯定会活不下去。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小蜜蜂的作用它在生态系统里面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授粉。因为在人类使用的1300多种的作物中有1000多种是需要蜜蜂来授粉的。除了刚才举的那2项就是咖啡跟柠檬之外呢，还有很多大家在超市里面进去马上看到的苹果、荔枝、梨、桃、木瓜、草莓、辣椒、芝麻、萝卜、大白菜，还有杏仁。我相信刚才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呢，大家进到了超市会有另外一种感觉。蜜蜂相当有趣它好像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人类授粉而存活在地球上面的。毕竟它呢有几个特点，蜜蜂的体型刚刚好，然后它全身布满了那些绒毛，就非常可爱。然后这么可爱的绒毛呢，令它呢在那些花朵里面来回的时候呢非常迅速，就是非常有效率。然后呢，它的那个触觉更加的先进它能够很快呢就感受到哪些植物开花吐粉，然后秘密的时间，它都能够非常容易掌握得到所以呢，它们的那个授粉的效率就是这么高。然后它每分钟来回数朵花甚至乎呢数10朵花以上的。然后它们每一次出一趟门它可以来回8到10回的，真的是非常勤奋。它们一群出动那个量是真的很惊人。它一群出动的量就可以达到2万只到3万只。一只蜜蜂，它的背后呢，肯定是一群的大范围的蜜蜂军团。可能大家平常没有注意到它们其实它们不论是亚洲这边的品种或许是在西方还有东欧那些品种其实它们都在慢慢的减小。通过大量的研究试图去找到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真正的原因真的没有100%查到。以下几种就可能令蜂群崩溃的原因我举几个，如果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在下面留言可以一起讨论。那杀手级别的大黄蜂也受惠于这个天气变暖，让它们的攻击距离增加了。这个也是在科学家也是在找到答案，为什么天气变暖它们的攻击距离居然是增加了。黄蜂是专门对着这些小蜜蜂来针对的，它们很喜欢去他们的蜂巢里面直接发起进攻。然后呢，2、3只的大黄蜂能够直接把一群小蜜蜂全灭了。
对着这些大黄蜂，难道小蜜蜂真的是没有还手之力吗？在这里可以顺带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在亚洲地区啊，小蜜蜂群已经进化了一种新的战术。发起进攻之前啊，他们会派一些侦测兵去探一下这个蜂群的。然后呢，现在小蜜蜂就是探到这个突破口，因为他们干不过这些大黄蜂的了。不过呢，他们可以设法制服这些侦测兵，以保证自己和后代免受攻击。他们注意到敌人的时候啊，就会马上发出一个危险的信号。随后呢，几只蜜蜂呢就会自动的组成一个敢死队，准备牺牲自己，将大黄蜂呢引到蜂巢里面。然后在那里呢，其他的蜜蜂呢就会集体扑上去，然后把它们包回，形成了一个蜂的圆圈蜂圈，并开始马上的拍打那个翅膀，产生那个热量，然后形成了一个小烤箱。然后那个烤箱呢，里面的温度啊能达到46度以上。然后这么神奇的就是蜜蜂呢，在这个温度里面是可以存活下来的。但是呢，大黄蜂就不行了，它是直接慢慢的被烤熟。这几年呢，很多专家已经去调查这个事情了，然后他们拿去蜜蜂带回家的那些花蜜啊，还有花粉啊，拿去研究，然后发现，没想到里面的花粉里面居然是包含了6种的农药。你说夸不夸张？我就觉得很夸张啊！毕竟那一丁点的那些花粉啊，居然里面包含了6种的农药，毒性大的直接死亡，毒性比较轻的也会令他们的 GPS 定位受损。然后呢，那些功能认知旁边的功能呢，也会搞不清啊，所以让他们出去之后呢，就找不到路回家，然后只能晕头晕脑的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就这样。蜜蜂呢，丰富了人类的生活，也美化了世界的万物。大家都别小看它每天劳动一点一点这么小的一个劳动。今天存在的60%的水果跟蔬菜呢，真的是跟它们是非常有关系的。还没有说其他25000多种的花啊植物，也是非常依赖它们。因为啊，没有了它们的授粉，有很多植物啊，能的纯天然的不停的扩张，不停的繁殖，然后呢，就会影响到很多食草动物无法生存，食物链呢就会受到冲击，还有数以百万计从事这个农业工作的家庭，他们的收入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在地球上面呢，其他的生物物种与人类呢是一个共生共荣的关系，并非人类掠夺与消灭的对象。好了，今天的植物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多多支持我啊！毕竟我是刚刚开始，然后很多的进步的地方需要与大家一同成长的。世界那么大，我们下次再一起看看。